我没料到你会喜欢他。对啊，中文名字王祖贤。所以你爱过王祖贤是不是？哦，小时候。可是不是王祖贤，是现在你还喜欢另外一个女明星。现在的。对，还是很喜欢的。对，而且真的很漂亮。舒淇吗？哦，我帮你补上哈。哎呀，你喜欢舒淇呀 ？OK。对不起，他写的不是舒淇，麻烦你再给一个名字好不好？对。那你写的不是舒淇，哎呀，是另外一个3个字的。3个字的，现在也很活跃吗？超活跃的。而且你跟他好像有合作。蔡少芬。蔡少芬 OK， 人家已经结婚了。没有，他刚才跟我说有合作过，原来是这样，王祖蓝。我只是随便说有合作过。祖蓝为什么擦口水啊？还流口水了呢。我喷口水了，不是擦口水了。单身，而且还蛮年轻的美女，跟你合作过。Masa。再写上去吧，写上去，谢谢。又不是吧？你喜欢的类型还蛮多的呀，有可爱的，没有都给小 S 忽悠我了。哎呀，好了，谢谢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你了。你 range 很宽哎，回家算账，慢慢算。没事儿。刚刚这么有把握的，然后一下冒出这么多，我都一页都写不下哎。我跟你讲，亚楠真正会介意的是舒淇。是。刚刚你说出舒淇的时候，亚楠就重复了好几遍，说原来是舒淇。哦，他重复了好多遍。对。然后你讲王祖贤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放宽了一下，觉得说是你年少时的幻想。然后当你讲出蔡少芬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感觉到一阵寒意，就是你是不是人啊？对，家人一样，对不对？对，姐姐一样的，亲姐姐一样的。没有，他跟我说这个合作过，我就突然间想几个。阿莎是怎么回事啊？阿莎是因为是刚合作过，然后刚刚有1个多月都需要跟他谈恋爱，所以我觉得这4个名字里面，太太比较介意的是舒淇。性感女神。太性感了。你有告诉过舒淇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聊过，如果有一天我女儿长得像舒淇，也有可能，就会像她那种高一点点，然后像我嘴唇厚一点点，嘴厚一点点，然后感觉加起来就是。你现在是在说舒淇长得像你吗？就是如果加上她，就有可能像；单纯是我的话，就不可能。所以你们刚生了一个女儿，对不对？是。对。现在10个月大。10个月。有舒淇的影子吗？他现在很喜欢玩这个，应该很多宝宝都喜欢。他本来就不像的，然后他一做这个，我就觉得像。那你就鼓励他常做啊，也许以后嘴唇就会越来越厚。我希望他别做太多，我真的不希望他像我，真的像他好了。没有，你不是希望他有厚厚的舒淇嘴吗？我比舒淇厚啊。亚楠嫁给了初恋啊。我嫁给了初恋。他是你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的。小时候10几岁那个就不算了。那应该算啊。那你为什么一直说我是初恋啊？对啊，那他根本就是第2个，好不好？全国媒体都以为我是初恋。你们俩夫妻真的是很假哎！哎，全球媒体啊，好不好？那个是北美的是吧？那个是加拿大的，然后就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番薯，一个懵懵的。什么番薯懵懵的？就不知道什么是拍拖一回事，然后就短短的1、2个月。那就是你的初恋。那他不想承认而已。我不想承认。我没有逼你说要我成为你的初恋啊，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第2个。我现在才知道。赶快重新那个啦，写你们的资料，你不是初恋。对。上网改一改。百度。可是不是初恋压力真的比较小吧？就是聊到男人，他只能够想得到你一个人呢。
也没有，男生是这样的，不是对自己压力大不大，是对对方的感觉。对，就是你感觉啊，我是你的初恋，你挺单纯的哦。就是你刚刚那是什么表情？回放一下，你做了什请么？看回放。就是你感觉啊，我是你的初恋，你挺单纯的哦。徐熙娣温度掉到0度。我知道他曾经是有过很坏的一段时间的，对，之后就变得很好。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哇，好单纯的一个儿童节目小主持人，很可爱哦。你不需要加那么小这个字好不好？就是好可爱哦 ，cute， 然后就会很想跟他亲近那种，就会他想跟我亲近，你知道吗？对，就不会觉得他会爱上我。你是不是觉得说他完全没有攻击性，就是可以跟他变成好朋友？啊，对，就是好朋友，就是因为有很多对就是跟我差不多高的男生就会看着我那种眼神啊，刚刚选美出来，华谊小姐，就是那种眼神。就是很想要，我知道那种感觉。对所以跟他的话就是嘿 ，What's up？ 我们去吃饭呐 ，Come on， 那种。好，那个祖蓝要教我们他的一些秘诀。他说他有一个3部曲是可以教会人家怎么表达爱情的，对不对？5个语言，5个语言吗？因为我们都有上那个婚前的辅导。哦，对。OK。有没有上婚前辅导？有。所以你知道了什么？比如说，男生不希望听过程，只希望听结果；女生希望讲过程，不希望讲结果。可是这个是你配合他，因为你很可能很想讲。对啊，你会不会其实很多话想讲，然后就是为了怕他会不想听，你就只好简略。那幸好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人，就是我跟一般姐妹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凌晨3点，然后可能就是他们每个人说2个小时，完了之后我就他只有1分钟，谢谢大家。真的是这样子吗？哦，谢谢。所以你没有很强烈的要抒发的欲望，没关系，不会太强烈。但是我现在最近，比如说每天晚上都跟他问一下你感受怎么样，我就不是100个事情100个都不想听，就是比如说你最不开心的是哪个，比如说你能解决那个呢，他基本上其他都 OK。刚刚听起来是说你今天只能讲一件事，你要讲哪一件？你想好以后再讲。你最好给我想清楚。没有，你想清楚，每天1件事情，1个月30件事情，你都知道，其实也不少啊，很厉害，其实也不少啊。那你每天这个问的时候，你愿意听多久？比方说他讲15分钟，会太久吗？没有，也没有多久。一般我回家都很晚了，他讲到一半，他自己都困了。那先生会跟你讲他今天工作的事情吗？诶，他好像比较像一个女人，他话很多，是不是？对，他话很多，想说的要表达的非常多。你不准老婆讲，然后自己猛讲。那我有讲重点了。可是你重点可能很多个啊。你们应该参加那个婚姻辅导课，就有讲过要交代以前的感情历史啊什么。感情历史好像在辅导里面都不用说，比较少说，比较少。对，是你们自己互相问的，是不是？对，也会主动告诉他吧。我听起来是他们参加过婚姻辅导之后，他们真的有执行当中的事，这个很难得哎。就是我们为了这样子可以将来走更远的路嘛，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嘛。是。哎，祖蓝，你看到板子上写的你为李亚男写的示爱3部曲吗？哦，所以祖蓝，你一直为太太写歌是吗？是的。啊，你最近有一个新歌是为太太写的。有一个那个就是为商言写的。叫做什么？商言，我爱你吗？好浪漫哦，好浪漫！爱你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浪漫的。那个只是开玩笑，那个只是一首比较好玩的那种比较洗脑的歌曲，对。可以唱个1、2句吗？
刷我的卡来，让我帮你剥小龙虾。你想吃的冬瓜、南瓜、西瓜，我来帮你切吧，尽管吃敞开嘴巴。所以刚刚那歌是认真把你放在心上写出来的。他也是在想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而他有帮你灵感。剥小龙虾，他有帮我剥虾，各种虾，还有蟹。这还蛮周到的。我老公也都帮我剥。你有老公？这么多年我都不忍心告诉你，你其实没有。我还有3个女儿，我还有公婆 ，OK？ 有吗？有吗？有吧？我以为是他太太帮他剥虾了。他太太，我已经帮他做了很多事了。对，你帮他做了什么事？他帮我做太多了。就是你想到的都做过啊，洗碗啊，擦地板啊，煮饭啊，就是晚上很累了想洗脸也洗过。他不想动，你帮他洗脸，对，他最不喜欢就是卸妆，所以你常常帮他卸妆哦。也没有常常吧，不是就好累好累。就真的太累的时候，我就会帮他卸。这很有趣哎。然后如果出门的话，他的行李是他收拾的。啊，如果我在香港就是本地工作的话，那盒饭是他准备的。所以你是他的全世界吗？他也是我的全世界啊。没有啊，你世界还有王祖贤、舒淇，还有对呀，对呀。阿 sa 蔡少芬，对，其实可以再继续下去，你还可以继续写。那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我们外人就没话讲了，就是人家夫妻自己开心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陈蒙他们答应我们去拍了一些，从丈夫的角度看看太太的东西，从太太角度看看丈夫的东西。好，我们看看太太拍了些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楠，欢迎来到我的家。这是我老公的鞋柜。其实身为一个男人呢，鞋子还算挺多的，但是呢，他穿的最多的是哪双鞋呢？最史上最破烂的拖鞋。身为一个男艺人，而且呢是各种不同的活动啊、庆功宴啊，就是出镜率还是蛮高的。然后看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穿了好几年了，看这鞋底已经磨成这样，好像很可怜的样子。然后冬天就是基本上穿这么一双，他非常喜欢这双啊，然后上面那些鞋子们看上去蛮新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够不着。OK。欢迎来到呢我非常美的玻璃柜，你看是不是很高贵啊？有各种的酒杯啊什么的。但是你们看在这里，有很多有的没的，就是谁的呢？当然是我老公呢，在百老汇买回来的一些杯子啊，根本跟我的玻璃柜不搭嘛。在我那么美美的一个玻璃柜里面呢，竟然可以看到鼠兰粉丝送给他的福禄寿。那虽然呢是非常有纪念价值，因为他拍了很多福禄寿系列的节目，但是应该摆在一个更好的柜子里嘛，不应该放在这里。最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指挥棒。为什么有个指挥棒？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呢？虽然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 musical Dance Visit， 但是你为什么会放在我的玻璃柜里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人，里面呢就只能放一些酒杯啊 ，you know， 就是高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 is out，OK？No。他真的很在乎这个玻璃柜。Yep。好，欢迎来到我的厨房。然后呢，来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经常买一些有的没的的厨具啦。但是我觉得最没有用的就是这个
蛋糕刀，而且这个形状呢很奇怪，你知道吗？如果是什么方形啊，或者是椭圆形啊，或者是三角形啊，或者是有一个公仔的形状呢，就觉得你不可以切得就是很均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刀呢还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我听说好像又出了一个新款的蛋糕刀，我把这个扔的话，他会再买一款新的，那我就惨了。好，我们来到这里了，就是我们的环保大使王祖蓝先生，他非常热爱环保，所以呢就买了很多厨余机，这已经是他第3部厨余机了，因为之前2部呢都不好用，而且坏掉。那这部厨余机呢，我觉得样子还蛮好看的，就让它留下了。没有想到一拆开也是坏的。然后我觉得王祖蓝先生在环保的路上太坎坷了，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不要再买厨余机了，换个路线吧 ，OK？ 接下来这一步呢，是祖蓝应该会恨死我的，如果我把它捐出去的话，因为他非常的有童真，他很喜欢在家里开 party， 而且呢，请大家吃雪糕，这是他买的第2部雪糕机。第1部呢是超大型的，就是有3个这个口的。那给我吐槽之后呢，他就买了部小一点的，但我觉得还是很占位置啊！你看我厨房啊，多么的有品味，多么的美，然后就突然之间有一部那么大的雪糕机，所以我还是要把这部雪糕机带到现场。I'm so sorry。啊，哦，祖蓝家里面这些神秘的物品呢，祖蓝都会很耐心的让他太太知道特别之处。那我现在也要让你知道一样东西的特别之处，就是我手上所拿的最亲爱的伏尔加所推出的灯泡膜。灯泡膜能够让暗沉皮肤变得亮白。伏尔加希望每个人都像小灯泡一样亮白通透的去面对整个花花世界。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呢，不止你的皮肤，连你的人生也跟着闪闪发光了呢。所以大家快来试一试吧。我觉得整个影片当中，亚楠都处于濒临崩溃边缘。太多。我可以体会你那个高雅的那个玻璃柜里面放那些。你非常坚持那个玻璃柜里面的东西。对啊，因为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布置整个屋子，然后玻璃柜也蛮贵的，然后就希望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贵一点的，所以里面的杯子都是还不错的杯子，就是有很多都是人家送的，都是蛮好看的。那也不贵啊，人家送的。可是至少是配合那个品味的、啊，配合那个气质 ，you know。然后就突然之间有这种杯子啊，这种什么棒啊，指挥棒啊。你为什么不自己另外找一个柜子放你那些东西？没有柜子了。而且福禄寿放那儿真的很不搭哎。他想扔的，但是我说就人家一个心意，我就不要这样吧。是，我觉得还是不完全不搭吧。你们觉得搭不搭？No。那个百老汇的杯子也是杯子啊。不同风格，哎呦，对啊，就是等于说 fashion，you know。我不 know。你是要讲说百老汇对他来说很重要，对啊，是不是？百老汇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学这个的嘛，然后你是学百老汇的，学音乐剧的嘛，然后我是超喜欢就是去百老汇看音乐剧，然后其实我已经没有其他特别大的娱乐，我就好喜欢一个就是音乐剧，一个就是京剧。这2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就是心情会好的，我看完之后，所以我不会买很贵的东西，但是看到这个啊，我就想到那部戏，我就很开心那种。哦。然后你们是不是有说你们 baby 是在看音乐剧的时候怀上了吗？对，还有他出生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演音乐剧的时候。他是 Broadway baby， 对。他是一个 Broadway baby， 对。他们俩刚刚一起做了一个动作，我实在也觉得蛮毛骨悚然的。Broadway baby，Broadway baby，Broadway baby。我觉得如果不是演艺界的同事的话，来我们家做客，然后很想揍他们。晚餐期间他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关他们，我就大骂，大翻白眼。我跟大 S 一定会大讲特讲他们的坏话。
哎，我们来了，我们来你们家了。Broadway baby， 他们竟然还叫 Broadway baby。小朋友出现以后，你有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爸爸这件事情跟之前的人生非常不一样吗？也没有说非常不一样，就反而是很多小事情上面就感觉到了。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节目来拍节目了，然后我也会在节目后面化妆啊什么的，就肯定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问问他们是那个 baby 现在怎样啊之类的。你已经多久没有用手机帮你老婆拍照了？我之前也不拍啊。他从来没有拍过，不爱拍你老婆的人。我不爱。他不喜欢拍照。可是你太太有很多漂亮的照片放在网络上，她自拍，然后就逼他，我们一起来吧。对，可是你却愿意用手机拍你的 baby。有一些他的第一次，或者是他有时候他不在，比如说他去工作，我就拍 baby 给他看。或者是多拍 baby 给岳父岳母看，所以也不是那种猛拍的那种。不是，功能性的都是，功能性的。可是打电话回家去，以前会先问太太怎么样，现在会先问 baby 怎么样。对，以前就是他会赶凌晨的第一班航班飞回来，就是跟我睡一会儿，然后第二天早上又飞去哪里工作了，就是好 sweet 的。现在就是赶着回家要见宝宝，他会不会就是跑去跟宝宝睡，然后不跟你睡？他就是跑去拍宝宝，看到他睡觉的样子，然后很 sweet 的样子，之后就跑去客房睡了。还是去客房啊？所以你现在世界的第一名就是宝宝，第二名是客房。亚楠没有经历过生完小孩以后心情不好的阶段吗？其实呢，生完小孩就是一直那个荷尔蒙会有点起伏嘛，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也身边有很多妈妈朋友啦，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希望我的爸爸妈妈啦，还有那个月嫂啊，还有我呢，就尽量不要一起，在我刚刚生完孩子那个心情有波动的时候在一起。因为听好多朋友说，因为身边的好多人生了嘛，好多人都说月嫂跟爸爸妈妈是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尽量避免。但是看见爸爸妈妈眼神看着宝宝，很不舍得，就是那种不舍得想离开，对，很不舍得离开。那你看上去他就是很温柔，就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他这一点我是蛮佩服他的，他就很坚持说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坚持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真的好，所以稍微要安排一下咯。就比如说，他生之前几个月就让爸爸妈妈来，然后生了之后呢，1个礼拜不够，就让他们，比如说你们回去北美休息吧。如果月嫂只来3个月，那月嫂走了，那他又没有人在他身边，那不如你带月嫂走了之后你再过来，那他就长时间都有人去照顾这样子。所以都分配好了。对，听起来王祖蓝自己都不在啊。为什么分配中间没有你啊？因为刚好他生之前，我就是刚刚庆功宴那个舞台剧。他还为了你知道，太太还为了先生要再提早剖腹什么意思？对，就是在演舞台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预产期，就是他可能在台上面唱歌的时候，你老婆生了，然后怎么样呢？会唱快一点，所以我就说还是让我老公安心的唱好他的舞台剧，然后就提早剖腹产吧。其实我如果真的退的话是可以退的。所以我就问他，你真的确定吗？那结果他就说 OK， 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时间，在我现场演出之前，我们就把他生了。他为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然后坐月子的时候，你竟然不去看他？我不是看他呀，我都在呀。就是那一天没有看我。baby 诞生的时候，你在产房里吗？在。你有握住他的手吗？因为不敢。没有，我是说握住太太的手。他呀。对啊，哇，可恐怖了那天。他第一天对，因为我是很怕看血的，他会晕倒。然后医生说准备好了，然后我就随便冲，我说快点，就不小心冲到他要开刀那边，我本来是想冲到头的那边，然后就吓死了，不行，
那个气氛是很好的。然后他就播着那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每过一天，每一天，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就这样子。是直到听到婴儿的哭声那一刹那，对，然后有立刻拿到你旁边，婴儿拿到他旁边，但是我都不敢碰，都是他。太软了。对，好像太脆弱。太脆弱，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做舞台剧，因为他很 emotional， 就是可能第一次做爸爸，他会抱着的时候会哇哭，但是一哭呢就对那个声音不好了，对嗓子不好，嗓子不好了，我怕我就不能唱了。对，然后为什么会有张学友的歌呢？那个医生就放一些想要让产妇比较轻松啊，就是 relax 对，轻松。但好奇怪，但是又听到剪刀的声音，那剪刀就这个那种吗？剪刀感觉就是你一边听到张学友，一边听到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广东那种剪那种牛杂。他真的很喜欢做声音。对。我们有东西在富尔家花花柜里面，我们麻烦航宇。好的，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no！ 来把那最上面那个怪东西拿过来。怪蛋糕好用啊，这个完全值得拿来从事慈善公益啊！这真的很可恶哎。对，它是规定你只能切出这个形状的蛋糕吗？是的，但是你可以稍微把它弄宽一点点，或者弄窄一点点，那就形状有一点点不同。可是你用刀这样切，你就爱多大多大就是。那这个真的很方便的，不方便，很方便的，完全不方便，而且洗起来，你看这缝很难洗到哎。而且你这个如果碰到凤梨酥怎么办？对啊，没有你没有发现平时切蛋糕的很难切吗？又用叉子，又用刀什么的，这样毫无道理。而且有些客人会要求大一点或是小一点，你这个就只能就是一样。那给他2件哦。算了，它就是不合理就对了。不行。哎，我搞不懂为什么你买的厨余机那么容易坏啊？第一个，我想要那种厨余机是它可以变肥料的，结果它只是干燥。它烘干之后呢，我就用来种菜嘛。后来种菜呢，它湿了，那老鼠就闻到，然后就翻那个泥，然后后来家里就有老鼠了。所以我就把它，我就没有要了。然后后来第二个呢，就可以变成一个沼气，是吧？哦，沼气，借燃气这种，就变成可以生火啊。我以为就很环保嘛，结果老鼠又闻到，老鼠就把它咬穿，结果我的平台都是那种垃圾的味道。然后后来刚好装修，就让装修的工友都帮我把它拆，不小心一拆，嘣，因为里面有沼气嘛，爆炸，就整个平台都是那种，就是腐鱼的臭气，对，腐烂的味道，真的很难闻。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呀，坏掉的那个，对啊，我从美国买回来，一买回来就坏了，还没用吗？还没用啊，一开箱就坏了，要环保就这么难吗？所以你这么在乎厨余机哦？我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环保，就比如说我就不用那些保鲜纸啊，就我们家里冰箱里面都是一个盒自己带的。然后那个冰淇淋机真的是为了 party 买的吗？真的为了 party 买的啊？真的有办法成功做出来冰淇淋吗？哇，好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排队了。比如说我开一个40人的 party，4个人都在排队。你开40人的 party， 不止40人 ，sorry， 有时候开80个人，他庆功宴。80人是你在张罗吗？我就是每个人要服务一下，要喝什么？喝水吗？怎么样？最近好吗？然后他就说一声，而且要洗机器是最麻烦的。谁要洗？就是他们 party 完了之后，我要晚上洗啊，然后你洗？没。我还有那个阿姨会一起帮手洗，对。我以前还有个大的3个口的，对。但现在可以要求巧克力冰淇淋或者是牛奶冰淇淋。对，还有对 twist 的都可以。那现在因为有宝宝了，就把大的那个拿走了，就放一个这样一个小的。然后你在 party 里面供应冰淇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特别开心啊，因为大人也好啊，吃冰淇淋就变小朋友了，特别心情也特别好。小朋友来到玩这个也觉得很好玩啊。是，可是你太太就会觉得很麻烦啊。就是麻烦，而且那么大一个 machine 在我的厨房里面。
那真的好玩啊，好开心啊！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一般。真的吗？你老婆不开心啊？你是视觉觉得不好，还是洗的时候觉得不好？视觉还有洗都很麻烦啊，而且 party 不吃冰淇淋也不会怎样啊。在家里可以吃到旅行的那种软冰淇淋，多开心啊！那我去旅行干什么呢？就家里就可以，带家里就可以了。他们终于开始吵架了耶，总算有一点夫妻的样子。亚楠的人性出来了，对啊你有温度了，你刚刚到了60度，太棒了。Oh, excuse me。我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这一题可能行不通吧？你觉得他太太会好好写吗？哎呦，在考试哇呢，在考试呢。好我觉得他写紧张得。出来。真的吗？那你跟主任聊天，我去请亚楠写啊。啊，这样怎么可以安心聊天呢？随便聊，随便聊我。们可以聊什么？所以你跟你老婆真的不吵架吗？不是不吵架，是他不懂还手。就是一开始我还是有点发脾气那种，但我发完脾气之类的，他最终就是没感觉。那你对着一个木头，你吵来干嘛？就是有时候觉得比较讨厌。哦，OK，好，谢谢你，太 OK，有趣了。 OK，你就随便聊完了吗？聊完了，聊完了。打发时间而已。打发时间你也挺舒服的。就随便聊聊。我跟你讲，我请他夫人写这个嘛，然后他夫人写了这个答案呢，怪吧？很奇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怪有什么怪怪的？左安，我如果说请你太太写一个她最讨厌的你的行为，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哦，起床，起床，为什么？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起床，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可能自己能醒的，但他在的时候老是就是在床上翻来翻去都不愿意起来。还有就比如说他准时叫醒我了，我说5分钟，5分钟之后再叫就5分钟，就叫了可能1个小时，那你这样工作不就会迟到吗？他就会早一点叫我。对，好辛苦，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叫，就叫到7有时候凌晨点钟。4点5点啊，他都挺惨的啊。左安不是起床，再来一个。不是起床，对，还有啊，还有更严重的。，对，还有一个。我有点吓到。打宝宝，打宝宝，你打宝宝，你小孩不是才10个月吗？你打他干嘛？没有终于有没有，因为你报警。没有，这可以。因为我最近有一期是，我希望多跟宝宝在一起，然后他睡在我们中间，然后我发现我梦中不小心打他了一下，赏了他巴掌。赏了他一巴，对然后他我就哭了我就稍微听见然后他又没哭了，然后睡了。哦，这不值得讨，这不小心的啊，他不会，你太太不会为这个讨厌。更严重一点。更严重一点了，哇，你真的不知道？我每天都好晚睡，或者是不跟他一起睡。你答对了耶！真的吗？你讨厌这个吗？他很讨厌这件事。他说他不高兴你晚上回来的时候跑去睡客房，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他很容易醒。客房里是谁？客房里客人了，他是不容易睡着的那种人。 OK，我轻轻把门一打开，他就会醒的那种，就是有一点点光，他就会醒的那种。许熙娣，我们问这么黑暗的问题，他们给我晒恩爱耶。对呀，想写出这么甜蜜的答这一题案来，失败了。真的超失败的。怎么那么厉害啊？让他们写讨厌的事情，写出这么甜蜜的回答可。是他刚刚有讲说他们会吵架啊。所以有没有哪一次先生骂你，真的把你骂到很气，然后你想要骂回去，可是真的没办法？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哭。其实他没有错，他就是说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就觉得要哭。就比如说，我很有道理，你太有道理了。你已经掉到零下10度了，没有，比如说就把太太骂哭，这很可怕耶。就比如说我不小心把他的侄女摔到地上了，
然后那有没有道理？你说有没有道理？你们家是一个对婴儿安全的地方吗？你们的孩子要不要先不要来我们来啊？不要来我们家，不要来我们家，有宝宝了别来我们家。然后我就是不小心嘛，但是他就是各种，你为什么刚才有这样子？你不知道责任有多大。对，因为自己孩子就自己心疼，那是人家的孩子，是我弟弟的孩子，那就少看一秒我都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你骂到有多狠？不是狠不狠，是当时候不止他一个，我妈在，妈妈也一起骂他。妈妈没有一起骂，但是可能就是那种环境，在其他人面前这样骂他，就可能有点不好。但是那个时候一看见宝宝一直在哭，你情绪你就来了。对，那个小孩后来有再来你们家吗？也经常来啊。他现在能保护其他宝宝了。很强壮。没有记恨这件事。好，刚才看了影片之后，然后我们就是替夫人发泄了一些她的抱怨，希望温度应该可以上升一些。看看现在温度到了几度呢？75，上升了一点，上升快40度。所以刚才是有什么温暖的地方吗？我觉得是让太太讲出她心里的对一种抒发。我觉得抒发在婚姻里面很重要。对。而且我还蛮佩服丈夫回去一直认真的询问太太说今天的感受是什么。这一点真的蛮贴心的。所以你收工虽然很累，都没有力气卸妆，你还是会想办法跟太太聊一下天。尽量也会问，这样子才可以保鲜。对。请问今天他说了不喜欢你去睡客房之后，你会接下来都睡他旁边吗？还是有点纠结，因为我真的很怕吵醒他。他就愿意你吵醒他呀。好了，想想吧，还是吵醒他吧。对啊，他是甘愿被你吵醒啊。那吵醒他吧。喂，我回来了。也不用那么大声吧。刚刚温度上升了一些，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比较习惯了夫妻相处的样子。接下来要看的是祖蓝兄拍着他太太的东西。看我的啊！欢迎来到我的家，还有让我吐槽一下我老婆。我老婆没有什么好吐槽的，她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她没怎么买包啊，什么 LV 啊什么的，但是她喜欢的什么呢？她喜欢买 LC 啊什么的那些锅。你看一下啊，她有一个就是管理房子的哲学，就是在家里呢。一进门的时候，什么都不要看得见，你才觉得我想回家。OK， 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很干净？好干净，好干净。然后打开你看一下啊，他不喜欢买包，但是他最喜欢是什么呢？买锅。还有，你别以为这样就没有。啊，这个不是锅啊。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吗？不止，跟我来吧，跟我来。锅，藏到底下还有地方。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陪葬品，你明白吗？不是假哦。他买回来以后呢，他发现呢，就是这个锅呢比汤更重，他拿起来都好难，所以结果呢，他就没有用。嗨，好久不见哦。那个锅真的很重，最近怎么样？要做给40个人吃之类的。对。他干嘛呢？浓缩就是精华，对不对？请看一下我们这个衣帽间吧，这边我的 ，OK， 这里就是他的，也不算很过分吧？不算过分。衣服是他的，镜子是他的。
这个有密码锁的保险柜也是他的，就是告诉我这里都是他的私房钱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得到，为什么呢？我是没有密码的。还有什么呢？它上面有一个指纹锁，也没有我的指纹的。有一天他手指脱皮了，他的指纹开不了这个，他也忘了密码，他又脱皮，结果是什么呢？就换了一个新锁了，整个门爆开了。但是换了一个新锁，还是没有我的密码，还有指纹，你看，开不了的，我开不了的，我开不了的。私房钱。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你看，都是这些消毒啊的东西，然后排的都蛮不错。但是下面有一个是什么呢？哇，他的童年回忆啊！你看，小时候有玩过这个吧？你有玩过的话，大概你也年纪不小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呢，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去旅行的时候，在一个二手货的店，然后呢就有人卖这些嘛，然后香港都好难找嘛，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我童年回忆哦，我拿回家之后我可以玩哦，也可以经常去玩啊什么的。然后买回来之后，没有一天玩过，应该有人想玩吧？挺好玩的。这个就是我跟亚楠的婚照，这个照片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有意思，把我们两个的关系这好厉害哦，感觉啊、爱情啊、人生啊，所有事情就放在这个照片里面。这个照片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在这个家里呢，有很多照片我都不喜欢。哇，太浪漫了！这个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照片呢，把我拍得那么帅，把它拍得那么美，然后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但是，请看一下，这个浪漫的照片是随便放地下的啊。OK， 还有你看一下这个照片的相框已经锈了，脱毛了。就15年到现在，他都没找到地方放这个照片。然后他一直说，我每天睡之前也要看一下哦，这个照片不能换，好有纪念价值哦。但是有纪念价值也可以干净一点吧，也可以没有细菌吧，也可以不用发毛吧，对不对？你想再换一个之前，麻烦你找到一个地方把它放好 ，OK？脚踏车那张结婚照很棒，拍得很棒。拍得很好哦。对啊，很美啊，很帅啊。所以他超喜欢的。对啊，这个是贴在墙壁上的。对，整个挂在，成为了家里的景点了。就是客人都会去这边拍照嘛。对。当初就决定要把结婚照放那么大放在家里啊。对啊，我决定的。对，因为他看一个韩剧，然后全智贤好像就在整个墙上面，很大的全智贤在墙上面，然后灵感是来自全智贤。所以你当时有抗拒吗？我觉得也 OK 的，对吗？对，所以跟冰淇淋的作用一样，功能一样啊，来着就开心啊。为了服务大家的，客人会开心。还有真的拍的挺美，放墙上真的不错，这个。但是那一幅也是很浪漫啊。是浪漫，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放好。你是希望它挂起来，是不是？对啊。其实可以很随意，我看很多国外人他们的照片都是放在地上啦，就很随意的。你讲的没错，我很喜欢把画随意的放在地上，对，靠着墙，很有味道，很有味道那种。真的吗？对，不用就是一定要放在哪里挂起来，反而会变得有点俗气。所以这个照片就互相的观感不一样。然后锅子，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锅子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哎，是吧？是吧？就一个炒的，一个炖的。但是我也为了服务他的朋友，有时候我煮的最多是
20几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20几个人一桌菜是你煮的，都是他一做的。桌菜，然后真的是有那么多锅，如果你那么爱开 party， 然后他真的有做菜的话，那你就没办法抱怨了。对，是你的朋友，我有服务，然后你要把我的锅扔掉，什么意思？ 20几个人，每人一个锅吗？他要做很多菜啊，有一些我都没见过，你用过啊？我有用过有一，些忘了。是吗？有些是看起来没有用过，全新是吗的样子。那个最大型的那个你有用吗？哦，那个就用了几次。太重了。其实我有点冤枉，因为我本来打算买32寸的锅，他叫我买36寸的锅，因为他说啊，你买大一点无所谓啊，我反正汤你煲多少汤我都会全部喝掉。我以为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重，所以不抬回家吗？我说无所谓啊，我们还有位置啊，我们应该还够的啊。所以是你鼓励他买的哦。他鼓励我没有没有，买的。我是鼓励他，但是鼓励他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那个装潢的风格，他喜欢通通都藏起来看不到，是的，这个是的他喜 OK 欢吗？就现在真的不敢买太多的东西，就是如果他不是这个要求的话，我就可能买多一些手办啊、玩具啊什么的，买了再算吧。是。但现在这样子就真的有一点不敢买。可是你们俩都是洁癖吗？他洁癖，我比较我没有洁洁癖啊。可是你不是说他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床？他一定要洗完澡，然后对一定要我洗完也要澡。洗澡。比如说已经洗过一次澡了，你出去一下几个小时回来，你又要再洗一次。他觉得你出去过了，你就是有细菌的了，你就是不干净的了。是他这样讲。他觉得我这样，但是他是双重标准呢。如果他自己，比如说他太困了，他不洗头，比如说他这样子已经 set 好他的头发，做好他的头发等等，他觉得我就不想洗啊，很麻烦了。他睡了，他又不觉得他有细菌呢。没有，我说那因为什么我有你没有呢？头只是那么一小部分，但是你那为什么你下面那么大部分都是菌，我哪有你大？然后我只是这里，我这里是菌。所以他叫你洗，你就要洗吗？那就要哦，洗了难怪你睡客房。那所以为什么我去客房啊？我有因为有原因的时候你会不会累到不想洗澡？真的不想洗澡，因为我睡在床上面，他又不喜欢，对那我就不能睡在床上啊，我又只能睡沙发呀，那我就是细菌吧，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是对的，睡合理客房吗合理对合理合理。我改了很多了，改了很多了，就是说你就睡在我的床的那一边，就不要过来，就可改了以很多了，对不对？已经改了很多。就改很多了。还有，真的，他觉得我很脏的时候，我是不能睡在被子里面，我只能睡在被子上面。那如果冬天很冷怎么办？再随便拿一点东西改。好啊，去睡客房好了。但是这个他自己坚持，如果他觉得脏的话，他睡也是睡在被子上面。被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大家都不进去？我都不知道。你们俩何苦这样整自己啊？就是干净啊，而且你的脸会放在那个床上面，你就会这样子睡嘛，然后那个菌都吸进去了，不好。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因为岳父岳母的遗传，啊岳父岳母是这样， ，OK，就比如说去了一个新的酒店，哪怕是，我觉得有多干净，他也会用酒精从头到尾擦一遍。天哪！所以每一次一去，我头2个小时我都不安排节目啊，他们自己先擦一遍啊，很勤劳为他们。然后他一出来就，我们准备好可以出去了，这样子。所以你老婆没有这样吧？他没那我比他好么很多对，可是要睡酒店里头的被子跟枕头可以吗？最好就是自己他会带，自己备我会自己带。自己带枕头跟棉被，他真的自己带枕头、被对子，洗澡的时候用的毛巾呢？洗头的毛巾自己带。他反正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就这样很重要，下面就不重要我。听出来了，好像头部最重要。好像你应该戴一个什么呼吸的面具，这样面罩这样你戴那个躺那个枕头应该就比较没有。对你好像很怕吸到细菌的感觉。对对，或者有时候就戴口罩算了，真的太累的话。我们2个如果有一个人病的话，我们2个都戴口罩睡觉。我说如果我病了，你不想我睡客房，我跟你一起睡，我又不想传染你，那我们2个就一起戴着口罩睡。这个还蛮奇怪的。哦，真的吗？他可能真的没怎么传染到啊，所以你们俩很少生病，是不是？少一点点，因为现在我们打疫苗什么的嘛。没有感冒，可是
可能别的方面有病啊，就是不是精神病。好，我们刚刚看影片之后呢，富尔家花花柜有东西要等我们看喽，麻烦航宇。好，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哎，游戏机也来了吗？游戏机，游戏机耶，对啊，我没有放在你的柜子里，是我的柜子里啊。那你不用啊，没有用啊可。是魔术方块很好玩哎，对，童年回忆。但没有真的玩啊。那就像我喜欢那个冰淇淋机的感觉啊。那个很大台哎。那我也觉得啊这这个小台，这个只有那么小，这看不顺眼。那真的是童年回忆。我相信很多人都你买回来又小时候不玩，那就无所谓吧。对你既然不玩的话，就我也很难帮你说话哎。对不对？如果不玩的话，你知道刚刚影片当中，祖安表情最痛苦的一段是保险柜吧？所以上次忘掉密码的时候是把门爆开来吗？是啊，因为那个锁根本打不开啊可是。有多少东西要放保险柜啊？为什么要那么大一个？我怎么知道？你知道里面放什么吗？我怎么知他道？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的。所以里面是你的秘密。 100台游戏机吧。结婚戒指，哦，对他跟他求婚的时候你给了我结，婚戒指是这么大颗吗？怎么可能用那么大一个保险柜？那里面可以站一个人呢。藏了一个人了，原来。你干嘛不给你先生的密码？我就觉得他的钱就他自己管嘛，然后我的钱我自己管嘛，我的钱现在都是你的。对。然后就身为一个女人，需要一个小小的部分，就是有一些秘就密。真的属于我自己的，就是小天地没人看过的。你先生真的没有看过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我真的没看有，有很多东西都没看过啊。我没有打开来我哇，真的没看过。没有啊。你会不会被人家骗了，买了什么你以为很值钱的东西放在里面？可能有一些那个 coupon， 什么那给我拿出来用啊！美容院 coupon 啊 coupon 你也放在里面，我就会打开来拿出来用啊。那为什么要放保险箱？这么麻烦。就是有些就是 coupon， 我怕他会骂我，因为我经常给人家骗，然后就买了一些什么洗车的那些 coupon。祖安真的常常骂他，是不是？嗯，他被骂到吓到把 coupon 藏在保险箱里。其实可能有时候是我不能对着那个人骂，就不小心就发泄出来了。就其实我应该骂那个爹，你干嘛去骗他？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被你念过以后，他就很害怕，就把别人上当的东西都锁到保险箱里面去啊。我想大概已经都过期了吧。有一些应该过期，那就算了吧。算了吧，留着纪念，提醒一下自己还是好的。对，每次打开的时候不会被骗了，下一次。今天拿来的这几个锅子，你 OK 吗？我觉得那个大的锅子可以捐，我觉得那个玻璃的锅，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那张结婚照来了耶！是要捐出去吗？那个结婚照？结婚照我不要了。但是我觉得你要不要换一个，就起码你换一个不锈的相框，或者是还有，其实那个婚照其实里面已经鼓起来了，因为里面我感觉已经发毛了。那就再洗一张就好了。对啊，我再打印一张就好了。现在那么方便，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除非你会帮我再复制一个。是可以复制，不是那就无所谓了，只要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就对不对？哦，但也不要差太远，就是这种感觉 ，OK？那然后 OK 啊然后那框就差不多跟这个一对啊，样就好了。应该也差不多呀。那这样可以捐了吗？对他如果会复制一个，我就可以捐。哦，那也 OK。他们两个人有互相配合，就是迁就对方。对这个是婚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会不会使得他们的温度继续增加呢？我们来看一下温度计。哦95分，好高哦，好温暖呐、呀，给了很多夫妻一些启发吧。你知道他为了生 baby 有完全戒掉红酒哦。对我很喜欢喝红酒，还有咖啡。
然后就怀孕的时候就要完全的戒掉。徐熙娣，我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喝啊。看着我，医生说1、2杯 OK， 1口2口 OK。真的吗？而且我3个女儿，你看多好啊！真的。对啊，也没怎样。所以不用真的完全戒。不用，但是当然不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狂喝啊。那你有像她一样会跟婆婆相处吗？我非常会跟婆婆相处，哦，我自己也不花钱在我自己身上，可是只要是我婆婆生日，我就买就是珠宝啊，然后包包啊，然后带她去旅游啊，带她吃好吃的餐厅，就是我很乐意花钱在她身上。所以你认为，如果亚楠要跟你比赛，她并没有赢你很多，是吧？没有啊，就是我们拍拖的时候，我也买各种的包包啊。你买过几个包包给你婆婆？2个吧。输了。我大概20几个吧，才2个而已。那还有其他东西啦，有围巾啊。围巾？你有买过戒指给你婆婆吗？再说下去，我还是各种输。对不起，我要平衡一下大家的视听，就是请不要以花钱的程度来决定你有多取悦你的婆婆，就是表达关心重要过一切，千万不要把物质的东西当成是唯一的跟亲人相处的方法。然后呢，花花屋的立场当然希望帮他们处理掉一些给他们的婚姻生活造成干扰的物品，比方说像那些机器、那些锅子、那些照片。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让他们决定哪些东西会作为慈善公益的使用。好，航宇，请你把伏尔加修复车带到我们的舞台吧。好的。我们要请我们的来宾呢，从伏尔加修复车上面选择一部分的物品用于公益，同时呢，伏尔加修复实验室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小技能，通过修复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来宾请移驾过来吧。我真的今天第一次看到冰淇淋机本人那个，所以就哦哇哇塞，里面有这个哎，有酱，就连这也一起附送，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粉开的也可以买那种直接是酱来的，对，都可以。所以这一台还是功能 OK 的，功能 OK。我们可以让他们各选一样留下来，好不好？好。亚楠，你会选？你小心啊！我告诉你，有可能你捐一个，我买3个的。指挥棒吗？没有，我选我自己的。对对对，你选你的，我自己的。留一个。还有那边那个照片，还有照片，照片他已经答应帮你再做一张了。对，照片还是捐给大家吧。好。那个锅，那你要留哪一个？锅，那个吗？你刚才是想留这个是不是？对，那个是蛮有，这个也好漂亮。对，这个是限量版哦。那你留这个嘛？你看到吗？而且它这个 size 很好炖东西，对，红酒炖牛肉，对，他真的是拿这个红酒炖牛肉，对啊，然后真的好吃，很好吃，下次做给你们吃。好，我真的不懂锅子有什么好限量版的，就是因为它上面有爱心啊，有这个。然后呢，怎么样呢 ？Taste of the world。好吧，这要留这个，那留这个吧，留这个吧。哎。祖蓝其实只有指挥棒、跟杯子、跟冰淇淋机嘛，对不对？对，还有这个。那我们就让夫人多留一样，然后祖蓝一样都不要留。好，我留。没有了，没有你了。你再选一样留好了。我快开 party 啦！没有了，没有了。I'm so sorry。好，所以你再多留一个。这个其实可以再买的。我还是说那个也不是很喜欢。对，那个很好。所以我们留了这2个锅子，然后。祖蓝一个都不可以留，祖蓝还要写卡片来，要写一个卡片，谢谢要收藏这些东西的人。耶！辛苦了，我还要谢谢他们，也要谢谢他们，然后祝福好东西到了新的主人的手上去，要抱着真心写下你的祝福。有真心哦。我看看祖蓝写什么，拜托保管好充满爱与欢乐的东西。亚楠也签一下吧。啊 ，OK。哦。好的。So sad。充满爱与欢乐的东西会到达
赞助我们公益的各位收藏者的手上。本期节目中所有艺人物品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那今天非常谢谢这对可爱的夫妻，给我们这么愉快的故事，谢谢。好，我们花花万物下一期再见，拜拜。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花花万物伏尔加修复实验室。那么今天我就来教给大家刀具除锈的办法。我们先把它放在水中，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柠檬酸或者小苏打一起浸泡在水中，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等待浸泡就可以了。我们的刀已经泡好了，现在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刷子在刀具的表面进行刷洗。然后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干毛巾把表面的水分擦拭干净。最后一步，我们拿一个家里的陶瓷杯或者陶瓷碗把它翻过来，然后用刀具在底部进行打磨。修复物品，整理人生，在花花万物中和肌肤修复专家伏尔加来一场怦然心动的美丽人生的整理魔法吧。蛮好笑的。我觉得王祖蓝他老婆对他太好了。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相处模式会有各种各样的包容和迁就在里面，满屏甜蜜，一直在吃狗粮。之前对他们两个的印象温度差不多是60度左右，但是通过就是今天的节目，就感觉更加了解他们两个的夫妻生活，那差不多可以飙升到80度。之前我对他们没有什么了解，大概就是50来分的感觉吧，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差不多有70、80，能给他打85、90，就是你会真的觉得哦，他们两个真的太好了。专业修复，贴心呵护。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果品之光伏尔加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花花世界安全之选的沃尔沃全新 S60赞助播出。欢迎唐老师、刘老师、王老师，欢迎3位。感谢本期拍卖平台闲鱼，上闲鱼 APP 搜花花万物，立即相拍本期明星私物。现在还有人祝你早生贵子了吗？那是一个诅咒。所以你们是这一部戏第一部的时候就立刻爆红吗？永远都会被观众要求要拍照啊、要握手啊这些吗？所以那时候有觉得很得意吗？非常开心。那个是咋说呢？从哪？为什么呢？一开口你们就笑了。说心里话，我让你让赵四给我坑一下子，你知道不？什么？从哪演完赵四那电视剧？所以结巴要怎么演比较真实？就是翻到课本上，干哈呢？东北大哥怎么就贼狠那种？刘能是这大脚啊，给我来瓶酱油。他们3位有一支舞蹈最近很红，好像我们不会跳，有点过时哎。他有要，这比原版都原版。这世界很酷。